谁说生酮的人不能够出来社交？最好就是要生酮和不生酮的人一起出来吃饭。跟像我这样子就是生酮的人出来吃饭会有压力吗？我觉得分人。在接到火锅传奇试吃的邀请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要找一个不忌口、对低碳饮食不感兴趣且了解甚少的朋友来深度体验和讨论一下和我这种生酮人士吃饭的感受。哇，好嫩啊，特别嫩，挺好喝的，就是我喜欢那种酸甜口。反正只能你告诉我了，我也不能喝呀。店老板给我们推荐了招牌豪华套餐、极品和牛套餐，以及很受欢迎的无酒精鸡尾酒和抹茶冰激凌。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1万这个不生酮的朋友一起来，我连看一眼饮料和甜品的机会都不会有。闲聊之余，1万接受了我对他提出的挑战，在众多选择中找出了生酮的我不能吃的火锅底料、酱料和食物。最后还有我对他跟我吃饭体验的采访。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点赞关注。你觉得生酮的话，我能吃哪个？我觉得你都能吃，没有主食这里面。当然不考虑说它到底健不健康，或者说食材好不好的话呢，就是麻辣清油是可以吃的，菌菇也是能吃的。豆奶的话呢，不应该喝，只是拿来涮的话，也许可以，但是比较危险这个。然后番茄锅的话，一定不能点，主要是番茄锅它的做法，它一定是会放糖的。OK。但是如果你喜欢吃的话，我们可以点。没事，可以吃这个，我没有关系。我主要吃麻辣锅，所以你主要吃麻辣锅是吗？行。So can we have the miso soy, the mushroom broth, and the spicy broth? Dragonfly heard the message. 这是我最经典的做法，应该是我男朋友那边的做法，贵州贵阳那边。对，刚才你做的那个味碟里面有一样东西是我不能吃的，我猜对了吗？蚝油。你刚才猜的是蚝油是吗？对，其实就像是勾芡芡一样的酱油和糖。火锅店蘸酱五花八门，我踩过最大的坑就是酱油。哇，所以还是有的生抽你能吃，有的不能吃。对，有些火锅店提供的是甜味酱油，我通常都会自己浅尝一点，或者请朋友来帮鉴定。火锅传奇提供的选择中，白糖必然是不能吃的，蚝油和沙茶酱大概率也不是生酮友好的，但是他们的酱油就是普通的生抽。哦，香油忘了。哦，你还是可以吃香油的。可以吃香油。我就配了我吃火锅最爱，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吃上的酱油碟。Here I am, I have a plan. I'm living free, don't know where I land.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神奇，我问他这是什么，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今天点了一个日式豆奶锅嘛，然后他说一开始就一半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吃这个纯锅底，然后吃了一半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香葱和黄油加进去，这样的话它的口味会更加浓郁。哎呀，好期待呀！然后这一桌菜，你觉得有什么是我不能吃的吗？肉应该是都可以吃的，而且这些肉感觉是比较好的和牛肉，所以应该有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对不对？肉丸吧，因为这个肉丸里面有牛肉丸、虾滑和猪肉丸，但是就像你说的，万一里面有糖分或者是有淀粉，那可能你就不能吃了，对吗？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会查一下，就手打牛肉丸会不会放淀粉。如果我对它的做法不是特别了解，我会去了解一下它就是一般是怎么做的，要不然就问店家。就是问店家的话会比较尴尬，所以我一般就会自己查。还有一样东西我这里是不能吃的啊？什么？难道是那个毛豆？它虽然是豆子，但是它是属于纤维非常非常高的那种，是属于能吃，但是其他的豆类其实是不应该吃的。这个是鱼豆腐吗？难道是这个东西？还有一样，还有一样。哦，我看到了玉米。对，玉米炖。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豆乳锅它的沸点非常的高。就如果我们点3彩锅，其中有一个是豆乳锅的话，就会出现其他2种底料就沸得特别厉害，但是豆乳锅完全就没有沸。所以我觉得可能豆乳锅比较适合小火锅吧，单人的小火锅。我看到隔壁桌有点的这种小火锅。火锅传奇看到了吗？他们家真的挺好
好吃，超级推荐，食材也很新鲜，而且他们还特别贴心的给了你一个对，而且它是肚兜，他看到我一直拿衣服在挡着，所以就送过来了，真的。其实我们这一桌只有2个虾，对，但是因为某个人吃不了虾，所以其实你知道，就是不是生不生酮的问题，就不生酮的人也有不能吃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就是应该搭配出来吃饭。我也这么觉得。谁说生酮的人不能够出来社交？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一个想法。最好就是要生酮和不生酮的人一起出来吃饭，这才能吃得比较香。好，现在最后一个环节，来观摩不生酮的人吃冰淇淋。是观摩。对对，只能观摩了，只能观摩了。挺好吃，真挺好吃。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如果你口味比较清淡的话，就属于相对比较甜的抹茶味的冰淇淋。但我很喜欢，就是我这种嗜糖如命的人。但是说实话，你觉得，就是跟像我这样子就是生酮的人出来吃饭会有压力吗？在我不了解生酮之前，我是会有压力的。我会觉得不知道该吃些什么，或者说怕，比如说我怕你会觉得那我是不是我要吃，然后你就不能吃了？我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今天这顿吃下来，我就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其实就是你吃一餐，其实大家都有的吃，其实就还好，对吧？对，而且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不太了解生酮的人，对生酮可能会有一点误区，甚至听到生酮就会觉得有一点高攀不了的那种感觉，因为通常就是生酮给人一种就是那种健身非常厉害的人，然后会遵循的非常严格的饮食习惯，然后像我们这种没有那么自律的人，就是吃起来就胡吃海塞的人，就会觉得身边会有就比如说就是健身啊，或者说吃的比较清淡的朋友。还是有的，就有些人就是只吃什么水煮鸡胸肉啊这种，我就觉得可能很难吃到一块去。那你跟他们会聚餐，他们会有什么就是比较奇特的行为吗？还是说他们其实也就是会我可以实话实说吗？你可以实话实说。比较无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像我这种口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比如说去吃个川菜，那他就会觉得这个我吃不了，那个我吃不了，就我要点个清淡的我要点个我只能吃这些东西，就会觉得比如说就是一起出来聚餐的这个快乐可能就会被打磨掉一点。但其实像今天吃这餐火锅，其实是没有这种感觉的。3大营养素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就是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嘛。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吃的比例不一样。自然界的东西就是蛋白质很高，然后碳水很低，脂肪也很低的东西，除了鸡胸肉和西兰花，没有，还有鸡蛋，没有特别多其他的选择了。对不对？确实。但是如果说生酮，它的好处其实在于，虽然说它感觉是非常严苛的一个饮食，因为你不会特别忌讳脂肪。你可以吃蛋白质。对。所以说就是基本上肉类，然后蔬菜都能吃。对，我就发现今天其实你做调料的时候你会放香油，然后我们吃锅底的时候你会吃麻辣锅。对。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其实吃起来还是很快乐的。对，就是大家就是吃的还是很和谐的。比较难的就是大家如果要去吃盒饭快餐，或者说是去吃一碗面这种，你根本没有办法把碳水剔除掉的，就会比较麻烦。对。那我觉得我其实还是跟你很吃来的，因为我不爱吃碳水，但除了我很爱喝爱吃糖这件事情。对。今天学到了好多关于生酮的东西。我之前听到这个词是谁发明的？离我们好遥远。我其实很好奇，像水果里面的果糖，我也是不能吃的。那你就是不能吃水果？对，会不能吃水果。所以就是最近我会发现，就是其实生酮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会缺某些维生素。就主要是维生素 C， 然后缺维生素 C 的话，会比较容易缺铁。当然我也不是全职的 keto，就是我不是365天就24/7都是 keto，所以说还是会把一些东西平衡回来，有的时候还是会吃水果，就是梅子类的，它碳水比较低，就是它当季的话，我就会去吃比较多这样子的东西。那还挺好的。对，然后就是或者吃一些补剂，还是会吃一些保健品。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饮食，如果你有需要，就都还是要吃一些比较好，就是按需嘛。对，就不是说谁都必须要吃。OK，nice， 超开心。对，非常好。